我们所使用的任何商品都会旅行，它从原料到成品，中间会经历一段很漫长的旅程，才到达我们的手中。而这期间所产生所有的二氧化碳，就是所谓的碳足迹。我这么解释吧，碳足迹代表着一份产品从原料开始，一直到它的运输、制作，到变成了成品，以及成品使用完了之后，包括了废弃物的处理，这整个的过程，经过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计算，所算出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。比如说，这个汉堡是由黄瓜、番茄、洋葱、莴苣、cheese、牛肉和面包7个部分组合而成的。碳足迹从每个部分的起点就得开始计算。比如说，把小麦种子种到田里，需要多少的水分、养分、肥料？用人工或机器采收，再用卡车送到工厂。经过整个制成，这过程当中都会消耗能源。那消耗能源的同时，也就代表着会产生二氧化碳。加起来就是这2片面包的碳足迹，和小麦一样咯。汉堡里的黄瓜、番茄、洋葱、莴苣也是需要播种、除虫、收割、输送、处理。我们也用一样的方法，计算出了它们的碳足迹。最后再加上牛只的饲养、成长、屠宰和配送，以及牛奶的采集、发酵的碳排放量。就可以得到一个汉堡的完整碳足迹，大约是4.54公斤。当然了，除了汉堡之外，每样东西也都有它们的碳足迹。一杯中可170公克，一份大薯800公克，一件 T 恤4公斤。一只手机60公斤，一台电脑萤幕460公斤，一辆车子25200公斤。所以不要以为你没有用电或是开车就不会排放二氧化碳，因为只要你有消费，就会产生二氧化碳。在欧盟已经开始将所有的产品上面规定要标示上碳足迹，并且分配每一个人的碳额度，还用折扣还有罚款的方式来鼓励大家尽量的减少碳足迹。像在我手上的这一瓶台湾产的茶饮料，上头已经有了这个碳足迹的标志了，它表示着你只要购买这一瓶饮料，它就会排放550公克的二氧化碳到大气当中。未来我们可以靠着碳足迹标示避开高碳排的商品，对于温室气体的减量会有很大的帮助。